在谈到老年人的健康时，许多人常常提及一句俗语，有钱难买老来瘦。因此，不少人认为，要长寿，就必须特别注意饮食，多吃蔬菜，尽量少吃肉。但这种做法是否科学呢？那些长期吃肉、吃素的人，老年后的身体有何不同？实际上，早些时候，北京大学的一些科学研究团队进行了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中国，平均每10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就有3个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庞大的比例背后反映出华人老年人长期存在的错误饮食观念和习惯，其中最常见的错误之一是素食主义，基本上很少摄取肉类。长期这样做会导致身体逐渐恶化，以下4种结果出现。坏处1，肌肉流失严重。蔬菜虽然富含维生素，但蛋白质含量很低。作为生命的主要来源，蛋白质是人体每天必需的营养元素之一。长期缺乏蛋白质摄取会导致肌肉逐渐流失，对身体的正常功能造成侵扰和影响。肌肉流失的最大特征是体重迅速下降，但视觉上并不明显。伴随着肌肉流失，身体的体脂率反而会升高，对内脏的负担也会增加，更容易罹患慢性疾病，导致潜在疾病严重恶化。坏处2，诱发缺铁性贫血。铁元素是人体血红蛋白的主要合成元素之一，因此贫血的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铁元素的食物。钙、铁、锌等元素广泛存在于动物性蛋白质中，而蔬菜中的含量微乎其微，这也是素食者更容易罹患缺铁性贫血等疾病的原因之一。坏处3，加重肥胖。很多人可能会感到困惑，认为不吃肉的人不应该容易变胖吗？为什么说长期吃素的人反而比较容易变胖呢？实际上，有个笑话可以解释其中的道理。猪八戒跟着唐僧取经走了10万8千里，吃了一路的斋饭，你看他瘦了没有？素食主义者通常会摄取更多的淀粉类食物以补充能量，其中大部分还是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我们常在中国餐桌上看到的馒头、包子、小米粥、油饼等，这些都是快速消化的碳水化合物。这样的碳水化合物也被称为劣质碳水，因为营养很少，饱腹感差，进入人体后很快转化为葡萄糖，然后储存在体内成为脂肪。想想寺庙里的和尚，从古至今有几个瘦子，高僧圆寂后烧出来的佛舍利，其实就是僧侣长期吃素后留在身体内的结石。坏处4，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维生素 B12 的主要来源是肉类，因此不吃肉的人会缺乏这种营养素。长期缺乏维生素 B12 的后果很严重，例如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红血球变得越来越脆弱，进而影响神经细胞。严重的话，可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和几率。综上所述，经常吃素对身体弊大于利。素食主义有益养生的说法是不科学的。那么老人家该怎么吃才能让身体更健康呢？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些营养学的知识。对年轻人来说，素食主义对身体的伤害还不太大，但对老年人来说，这种错误的饮食方式所存在的弊端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显现出来。这是因为老年人的身体功能远远不如年轻人，身体内蛋白质的流失速度远远超过了合成速度，因此老年人需要补充更多的优质蛋白质。如果控制不好摄取量的话，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计算，平均1公斤的体重1天就要摄取1克的蛋白质。有些老年人知道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性，但却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补充。想要摄取优质蛋白质，每天要确保喝1杯牛奶，然后适量吃些肉，但并不是所有的肉都适合。有些肉吃了不仅不能补充蛋白质，还会增加内脏的负担。在所有的肉类中，最好选择白肉，也就是鸡肉、鱼肉以及贝壳海鲜类的肉，其中最推荐的是鱼肉，这是一种优质蛋白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非常有益。所以常吃鱼的老年人，心脏病的发病几率会低很多，也不容易罹患高血压、高血脂和中风。鱼肉还是 DHA 的优质来源，可以改善记忆力。对年纪大了头脑不太清楚的老年人而言，鱼肉的好处实在太多了，而我们要尽量避免食用的肉，主要是五花肉、腌肉和加工肉。
喜欢吃红肉的老年朋友要尽量避开猪肉，尤其是五花肉。虽然五花肉口感较好，也是中国不少传统美食的制作原料之一，但五花肉的营养价值较低，容易摄取过多劣质脂肪，影响心脑血管健康，增加内脏风险。有必要的话，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牛羊肉，这些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至于火腿、培根、香肠、罐头等加工制作或是腌制过的肉类，老年朋友们尽量不要吃。在烹饪方式的选择上，优先推荐清淡的方式，如水煮。肉类经过炒或油炸，食材本身的营养元素会破坏、流失，制作过程中也会让食物富含过多油脂，对身体反而不利。既然吃肉的好处这么多，那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吃得越多越好呢？如果你有这种想法，一定要马上打住。实际上，这一点与俗语中的有钱难买老来瘦不谋而合，这是提醒人们在饮食过程中不要过多摄取肉类，而是应该追求营养均衡，荤素搭配，有一定的比例和量。无论是什么食物，一味的摄取过多都会成为身体的负担。想要健康长寿，还是要靠合理健康饮食，配合适当的体能锻炼，增强免疫力。